俄本土冶金厂遇袭，俄军苏34在赫尔松被击落。乌俄战争进入第3年，还要打多久？如果冲突现在结束，乌克兰战后重建将需要10年的时间。阅兵跟实战是两回事。俄军 T14为何不上战场？意大利陆军升级，购买133辆豹 2A8。超级大黄蜂与台风联手打击胡塞18处武装目标。空军与太空军杂志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与英国国防部声明表示，也门当地时间2月24日，为了回应胡塞武装对红海和亚丁湾的袭击，美英在晚上11点50分向胡塞武装在沙那的18处武装目标实施联合攻击，包括弹药库、防空系统等等，甚至还摧毁了一架武装直升机，大幅度削弱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从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官方影片来看，在这次袭击中，美军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出动了5架超级大黄蜂战机，而英国皇家空军则是在塞浦路斯的亚克罗体利基地出动2架 A330 MRTT 运行者加油机以及4架台风战机，并携带了铺路者4精确制导炸弹来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联军发起的第4波联合攻击。而在2月3日的第3波攻击中，联军一共摧毁了胡塞武装31处军事目标，算是繁荣卫士行动中最突出的战果之一。不过，红海地区的战况一直都是你打我，我打你。这次事件发生后，胡塞武装也是表示袭击美国油轮和军舰。当地时间2月25日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发表声明称，对亚丁湾的美国油轮托尔姆托尔号发射了数枚反舰导弹。同时，对红海的多艘美国军舰发射了多架无人机。有意思的是，胡塞武装还表示将升级行动，要在红海地区对英美目标发动数量更多、手段更多样的袭击。火力军估计这也就说说而已，因为双方实力相差太多。当前的红海地区，大型战舰的海战不会出现，空战也不可能。对于胡塞武装而言，只能是掏出来更多的无人机以及反舰导弹，英美军舰完全可以应对。当地时间2月2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打落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到亚丁湾的反舰导弹。另一边，英国的钻石号在直布罗陀重新武装，将返回红海。2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4-5型驱逐舰钻石号结束在红海的作战任务，返回直布罗陀休整和补给，而舰员则是在舰桥侧面上刷了9架无人机的标志。意思就是钻石号已经击落了9架胡塞无人机，而根据战区的报道，在直布罗陀中断2周后，钻石号似乎将返回红海。当地时间2月24日凌晨，俄罗斯利佩茨克一家冶金厂发生爆炸，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利佩茨州州长伊戈尔·阿尔塔莫诺夫表示，火势已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有消息说，火灾是由飞行器坠落引发的。同时，一架苏34在赫尔松地区的赫尼切斯克地区坠毁。根据克里米亚之风的报道，在赫尼切斯克区的上方2000米的高度，一架俄罗斯苏34向乌克兰城市发射导弹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结合 A50在亚速海附近被击落的消息来看，区区一架苏34不算什么。目前，乌俄战争已经正式进入第3年。虽然乌军在黑海方向取得优势，但前线的大部分城市都已经成为废墟。按照乌克兰副总理的说法，如果战争现在结束，战后重建则需要10年的时间。2月23日，德斯社报道，乌克兰副总理兼基础设施部长亚历山大·库布拉科夫认为，如果乌俄战争现在结束，重建乌克兰将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可以在2-3年内修复，但总体而言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而这还是在有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那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农业。乌俄战争之前，乌克兰是世界3大粮食出口国之一。2020年，农业占乌克兰出口部门的45%，但是乌俄战争之后，乌克兰的传统农业遭受重创，一个是劳动力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战争的影响。埋设的地雷与未爆炸的集束炸弹会严重影响乌克兰农业的重建。目前，乌克兰的雷区已经是世界最大，而且农业与基础设施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
在重建农业之前，还需要重建交通基础设施，这又是一大笔钱。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火力军觉得没必要多说，因为战线是不断变化的。目前的乌俄战争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乌克兰重建的难度也就越大，所需时间也会变长。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乌俄战争还要打多久？乌俄战争2周年之际，阿夫迪夫卡之战落下帷幕。而在1年前，同样有一场关键战役，也就是巴赫穆特。2023年2月，巴赫穆特之战进入决战阶段。从2月份开始，俄军从南北2个方向将乌军逐步挤出巴赫穆特。到5月21日，俄军宣布完全控制巴赫穆特。与此同时，乌军开始准备反攻，而俄军则是修建了苏洛维金防线。最初的时候，北约对其不以为然。在2023年6月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这条防线没有被有效保护，当乌军发起攻势时，将利用挑战者坦克和豹式坦克越过这些障碍。只是大反攻开始之后，这些防线却给乌军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大批北约装备陷在雷区。直到反攻结束，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也只是攻下了罗伯基涅等几座村庄。在巴赫穆特方向，虽然乌军夺回了多处阵地，但始终无法靠近城区。2023年11月1日，时任乌军总司令的扎卢日内首次承认反攻失败，战线陷入僵局。华盛顿邮报则披露，北约与乌克兰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这点火力军之前也聊过，北约计划反攻行动从4月份开始，并打算将乌军的机械化部队集中起来使用，直接击溃俄罗斯，冲到亚速海。但乌克兰没同意，认为北约的推演是纸上谈兵，不符合战场实际情况。同时，扎卢日内一直要求更多武器，并以天气、路况等理由拖延进攻。谁的方案到底更好，火力军也无法评判。但是就结果来说，扎卢日内的战术失败了，乌俄战线陷入了僵局。不过，在2023年10月10日，俄军突然进攻阿夫迪夫卡，只是过程各位也都清楚，推不进去。俄军装甲部队遭遇严重损失，僵局在今年1月份被打破。俄军利用地道在城市南部打开缺口，并趁机发动南北攻势，在2月控制了阿夫迪夫卡。正面战场处于下风，乌军便将目标瞄准了俄军后方，开始使用无人机、远程导弹等武器袭击克里米亚。黑海舰队总部被炸，别尔哥罗德也多次遭遇袭击。俄国防部的数据显示，1年前俄军平均每天拦截15到20架乌方无人机，现在数字已经升到了80到100架。至于战争持续时间，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俄罗斯第2军团的副指挥官阿普蒂·阿劳迪诺夫给出了一个答案：乌俄战争会在今年9月落下帷幕。按照阿劳迪诺夫的说法，虽然当前的战线还处于僵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军已经削弱了乌军的力量，乌军已经无法持续维持高强度的战争。说实话，乌军最近确实有些失利，阿夫迪夫卡战区的战况有些不尽人意，而且还有消息说俄军已经占领克林基。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俄军的确加强了攻势。美国《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认为俄军具备在5条战线同时发起进攻的能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乌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弹药不足，特别是防空导弹。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如果不批准额外资金，预计乌克兰的防空资产将会短缺，这可能会在3月底改变战争进程。当然了，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出现，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战争会在今年结束。目前欧洲各国正在竞相筹集15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从海外向乌克兰提供。捷克发现的80万枚炮弹，加拿大、丹麦等国将资助捷克总统帕维尔为乌克兰购买火炮弹药。至于阿劳迪诺夫的预测，可以理解为梦想。之前就有消息说，俄军要在3周内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州，希望在未来半年内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州。虽然乌军处境艰困，但俄军实力也已经大减，乌俄战争不可能在今年9月落下帷幕。同时，关于俄军 T-14 为何不上战场，梅德韦杰夫也有了新解释。2月22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解释了俄军为什么不在乌俄战场使用 T-14 坦克。第一点就是 T-14 还没有通过全部的测试，第二点就是 T-14 不够便宜。这2点火力军都能理解。有意思的是第3点，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
阅兵是阅兵，战争是战争，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一直有人认为 T-14是俄罗斯拿来充面子，为了公关用途开发的，而不是一款真正的坦克。梅德韦杰夫的说法也有这方面的意思。这也不能怪别人乱想，在2015年5月的时候 T-14就已经亮相了，到现在已经快接近9年。如果是新型战机，花费那么长时间还情有可原，但是 T-14只是一款新型坦克，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且 T-14的功能在苏联时代的 T-95计划中就已经基本完成，某种程度上来说 T-14就是 T-95的削弱版以及更低成本的后继型。就算如此，俄罗斯依旧花了接近9年的时间都没有完成，被人诟病也无可厚非。有意思的是，在解释 T-14无法上战场之后，梅德韦杰夫还顺手夸了一波 T-90M， 认为该坦克是在俄军当前最实际、最可靠的选择。这点火力军也不会否认。T-90M 的火力、传感器和装甲保护与俄军的其他坦克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只是单从数据上来说 ，T-90M 性能还是不如 T-14， 在战场上被开关的次数也不少。相对于 T-90M， T-14搭配了无人炮塔，前部基本装甲厚度超过900毫米，配备了磐石爆炸反应装甲以及 AFGH-ANIT 主动防护系统，瞄具和武器有重大改进，直面实力好到爆炸。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法用。在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媒体塔斯社就报道 ，T-14被部署到乌俄战场，将根据战场情况进行有限测试。火力军估计这只是掩盖 T-14延误的问题。另一边，意大利购买豹2 A8， 并计划自制主炮、通讯系统等组件。乌俄战争爆发后，虽然坦克频繁被无人机以及反坦克导弹开灌，甚至出了坦克无用论的说法，但事实证明，当前的地面战场没有任何一种武器可以取代坦克。而且乌军在获得北约先进坦克之后，夺回赫尔松和哈尔科夫等战果，也算是为坦克证明。于是，在2023年6月的时候，意大利就决定向德国采购豹2 A8，以取代部分现役公羊。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主要使用美制巴顿和德国豹1，直到1970年代开始自行开发外销用的 OF40。经验积累后，在1980年代开发出公羊，只是刚好遇上苏联瓦解，原定的700辆订单被砍到200辆。也正是因为需求太小，公羊坦克的升级方案一直没有敲定，直到2019年，意大利才通过预算开发公羊 Mk2 升级方案，决定将升级125辆。乌俄战争爆发后，又决定采购新坦克。目前，意大利众议院国防委员已经批准购买133辆豹2 A8， 采购计划预计将持续14年，2024到2026年为第一阶段，进行实质性准备；2027到2037年为第二阶段，将实际收购132辆豹2 A8。作为军工产业大国，意大利企业也想在采购案中分一块蛋糕。目前双方正在谈判中，除了将豹2组装工作移到莱昂纳多位于拉斯佩齐亚的工厂外，也能自行生产部分重要组件。除此之外，为了替换从2002年就开始服役的达多步兵战车，意大利还启动了一项总额52.3亿欧元的装备采购计划，未来将购买1000辆新型步兵战车，并将其命名为陆军装甲战斗系统。意大利陆军明确要求该车具备与其他作战平台共享目标数据，以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反坦克导弹以及蜂群无人机袭击的能力。新战车大概会倾向于与法德合资的 KNDS 防务集团或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合作。当然了，意大利也能自己研究。意大利是欧洲为数不多能自主研发坦克和步兵战车的国家。公羊坦克、半人马座系列以及达多步兵战车都是意大利自主研制生产。但是最近这些年，意大利开始倾向国际合作，想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防工业水平。2023年12月的时候，意大利莱昂纳多集团就与 KNDS 防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欧洲下一代主战坦克。除了陆军装甲战斗系统、豹2 A8 采购案以及升级公羊之外，意大利还启动了半人马座2以及新一代 VBM 剑式步兵战车的采购工作。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的国防开支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俄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